嘿呦，各位，欢迎回来到我的游戏频道，我是麦克。那这一次呢，做这个改版最后的关卡 Labyrinth， 也就是迷宫啦。那迷宫呢，位于农场镇疗养院的厕所中。这边带各位37号实验室任务做的差不多之后呢，小明会给各位一张迷宫的钥匙卡。那这是一次性的钥匙，那之后呢，也可以在小明这边买啦。虽然有点贵，但其实迷宫中的物品呢，捡一捡其实就回本了。然后迷宫呢，里面大部分都是高单价的物品，但高报酬呢，相对的也意味高风险啦。就是迷宫中的敌人呢，血都稍微比较厚一点。这边如果各位终于要勇闯迷宫的话呢，但还是惊怕怕的话，我这边分享一下就是需要带的道具还有物品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会再放一场就是我跑迷宫的片段。这边进到迷宫中呢，必要的道具有疗养院厕所的钥匙，以及 Labyrinth 的钥匙卡。那这两个呢是一定要带的啦，这样才能够进到迷宫。那疗养院厕所钥匙呢是进到迷宫前呢，你需要开这个厕所。那迷宫是在厕所内，所以这两个是钥匙呢是一定要带的。然后再来是可视情况携带的物品。那我觉得第一个是投掷物啦，那譬如像说手榴弹啊、火焰弹、篮球等等的，就是可以拿来投石问路、吸引敌人的东西。然后第二个是农场镇的船票，那这个是让你的传送地点比较固定啦，就是直接从船的位置呢往疗养院跑就可以了。亦或者就是传送到农场镇的南部，只是这样子的话呢，位置就会比较随机一点。再来第三个是铁门钥匙跟审讯室钥匙，那这两个钥匙呢，我觉得非必要啦，只是说可以打开迷宫内闸门，然后搜刮里面内部的东西。那我记得这两把钥匙呢，在农场镇就可以打到了。接下来第四个就是近战武器啦，那我这边强烈建议呢，带把近战武器，那是可以拿来拆陷阱。那到时候进到迷宫中呢，各位就知道了。最后就是水跟强化针的部分啦，那各位就斟酌的带，看有没有需要。再来武器装备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反正就是最后的关卡了啦，就把你最棒最好的武器跟装甲穿上吧，就不要再说什么压箱宝要留到最后了，现在就是最后了啦。那子弹呢也直接带最棒最好的就对了。那我觉得呢，可以带 MF 毒液啦，因为我发觉 MF 毒液呢对生物敌人伤害蛮高的。然后迷宫内部的敌人呢，没有什么元素抗性，主要都是物理抗性啊。那就是血跟装甲蛮厚的，所以各位要注意。装甲的部分则不用特别穿什么雪地或者空间装啦，就是一般环境就穿自己觉得最棒的就好了。然后迷宫中呢，敌人大部分都是给 AR 普通弹啦。那因为敌人都是给普通弹，所以各位可以自行斟酌要不要去收他们的包。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？是因为迷宫中的敌人呢很密集，所以只要一舔包呢，很容易就一直来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会一直出声啦，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收过这个位置了，但回来之后呢，又有敌人跑出来。所以我觉得可以把高级子弹呢带多一点，大概3到500发吧。然后在迷宫内呢，就打完一个区域，再慢慢收也可以。这边我就放我跑迷宫的影片给大家参考一下，让各位呢有个心理准备。这边我是搭船过去农场镇啊，因为这样子传送的地点比较固定，那就是在码头这个地方，然后往下跑就好了。这边我们就抵达疗养院的厕所了。那开门进去之后呢，就准备下去迷宫。这边就是这个迷宫的地图啦。在迷宫中呢，有个任务是需要置放摄影机的，那位置就是在我红色方框框出来的位置。然后在迷宫中呢，同样会碰到 Killa 跟 Takila。那红色的头盔呢，就是我有碰到他们的地方。但其实说实在的，我觉得他们好像会在地图上随机巡逻，所以还是要听声音啦。如果有听到很沉的脚步声的话呢，就要注意他们可能就在附近。另外，上方的这个撤离点呢，是需要迷宫休息间钥匙的。那这把钥匙呢，好像只能随机在敌人身上收到，而且带不离迷宫中啦。
所以各位要稍微注意，如果要走上方的这个撤离点的话呢，要先拿到钥匙。然后右上角这个奇怪的房间呢，就是大魔王艾利克斯的位置了啦。那看起来很奇怪的地方呢，就是很危险就对了。在迷宫中呢，有一个重点就是慢啦，就是步步为营，不要操之过急这样子。因为敌人呢，我觉得蛮密集的，而且他们的血又厚。所以这边有时候呢，我会选择不舔包，因为舔包的动作呢，会吸引很多敌人来啦。那你看，像这边呢，一来可能就来2、3个这样子。另外这边可以看到上方呢有一个看起来很像那个手榴弹的东西，然后绑一条线，那个就是陷阱。所以各位呢可以用就是近战武器把它打掉，用枪也可以啦，就是对着那个手榴弹射一枪。在迷宫中呢，我习惯就是打完一个区域之后再舔包啦，因为我发觉呢，就是打完一个敌人马上就舔包的话呢，很容易吸引敌人一直来，所以我是习惯就是打完一个区域，确认这个附近没有敌人之后再舔包这样子。这边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这边迷宫中的敌人真的非常多啦，就是前后左右都有，所以这边呢，就是各位在做任何大动作的时候呢，都要稍微小心一点。那可以看到，在这个迷宫中呢，这个陷阱很多啦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可以带个近战武器，就是把那个地上的陷阱呢给清一清。接下来大概就是这个模式啦，就是慢慢走，不要操之过急，然后注意地上是否有陷阱。另外还有就是听，就是是否有脚步声，如果有很沉的脚步声的话呢，就代表 Takila 或者是 Kyola 就在附近。然后我发觉这边的敌人也很聪明，他不会贴着墙打你，所以你没有办法隔墙打怪啦。然后我是身上的子弹打完之后呢，我才会开始收敌人身上的普通弹啦。这边有听到脚步声，就代表 Takila 和 Kyola 就在附近啊。然后他们的火力呢相当的猛，你看像被射到这边被射到几下呢就半血了。那如果各位觉得他们火力太猛的话呢，可以丢个毒弹或者是火焰弹，将你跟他区隔开来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呢，他们就不会贴近你。那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啦。那这边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，就这边的敌人呢非常密集。你看，像我刚刚在那边对付 Takila， 那下面的敌人呢一听到动静，然后他们就被吸引过来。
这边虽然看不到 Takira 的位置啦，因为那个王呢视野大概都比你稍微远一点。各位呢可以稍微就是用他的弹道大概抓一下他的位置大概在哪里。另外，因为他们的血真的很多，所以我就习惯一直按着，按到确定他们死掉了，我才会放开。这边就可以看到打一只王吸引了多少个敌人。然后只要一舔包，然后敌人就会来了。然后这边 Killa 又跑过来，所以这就是我说的，各位在舔包的时候呢，要非常非常小心啦，注意四周状况。那我这边刚刚没有注意到那个陷阱，那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不小心踩到陷阱的时候呢，它就会爆炸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记得清一清陷阱啦。现在我要进入到那个奇怪的房间了，那各位也要小心，因为这边的敌人也是蛮多的。然后这个大魔王艾利克斯，他看起来像只红鸭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就被秒杀了。所以我对他呢反而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了。那这边迷宫中的3只主要的王都被我清掉了啦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在迷宫收一收，就准备撤离了。那这边就是我打迷宫的心得，然后还有方式啦，给各位参考。那这边如果各位第一次要下迷宫，然后很紧张的话呢，我大概就是这样子打。那让各位呢有个心理准备，也知道需要带什么道具跟武器这样子。那以上就这样，那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。